曾小雅晨跑的时候遇到了林医生和何月华，两个人穿着情侣运动服，已经订了婚，还确定了结婚的日期，两个人已经住到一起。林医生本来就有晨跑的习惯，何月华平时反而不会晨跑，现在和林医生一起住了，他就跟着林医生一起，每天早上起来出来跑上一会儿。林学长，曾小雅停下来，像往常那样打招呼，那两人也跟着停下来。何月华跑得有点气喘，林医生就没有什么影响，这是坚持运动和很少运动的区别。曾医生，小雅早。林医生笑着回应曾小雅，并问道：你就一个人吗？战先生没有陪着你？曾小雅答道：战岳那套房子还没有装修好，他暂时还没有搬进万盛花园住，距离我有点远，哪能和我一起晨跑？林医生笑着，也是，我都忘了。你和战岳什么时候请喝喜酒？自从林母去医院骂了曾小雅，林医生带着父母去向曾小雅道歉之后，他就没有再出现在曾小雅面前。今天确实是偶遇，久不见面，林医生比以前清瘦了一点。要放下一个爱慕了多年的人是不容易的事，他会因为情感问题而消瘦，很正常。何月华包容心强，他能包容林医生短期的为爱消瘦，他本来就是靠着等待忍耐，多年如一日的付出，才等来和林医生的明确回报。林医生是没有再来曾家诊所，不见曾家人，但两家诊所离得不算远，他多少还能听到一些消息，知道曾小雅和战岳经常出双入对，俨然一对真正的恋人。以他对曾小雅的了解，曾小雅是爱上了战岳的，否则他不会和战岳那样亲密无间，内心深处多少还有点痛，还有点遗憾的。曾小雅笑了笑，答道：明年吧，明年应该会请大家喝喜酒了。林医生保持着微笑，提前祝福你和战岳。谢谢林学长，林学长和小姐，我还要跑一会儿。林医生和何月华是晨跑结束往回走的了。好，两个人同时应着。曾小雅绕过了两人，继续往前晨跑。目送曾小雅远去了，林医生才拉着何月华的手，说道：月华，我们走吧，回去吃个早餐，就要上班了。好。何月华没有多说什么，温顺地跟着他一起往回走。走着走着，林医生说道：我们的婚礼，小雅应该不会参加的，除非战岳陪着她去。但战岳不可能去，他也不想在他的婚礼上看到战岳这个优秀的情敌。以战岳的身份，若出现在他的婚礼上，甚至可能抢走他作为新郎的风头。曾医生收下请帖时是说过，他不一定有时间过去，若是老曾医生有空的话，会让他去。其实是曾小雅不想去，何月华也知道曾小雅是不想去，他们送一份请帖过去，主要是觉得林医生和曾小雅毕竟认识了多年，又跟老曾医生学习了2年，有这段情谊在。虽然因为林母的一番举动，闹得两家关系不太好了，夫妻俩商量过来，依旧给曾家送去请帖，人家赏不赏脸是人家的事了。曾医生和战家八少爷会幸福的，阿健，你也不用担心曾医生，咱们以后好日子，只要咱们夫妻俩同心协力的，有力往一处使，咱们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。不敢说像战家那么有钱，至少咱们会比很多普通人都要好。林医生嗯着，我知道。月华，我已经放下了。曾小雅不属于他，从来都不属于他。曾小雅晨跑回来，休息了一下，洗了个热水澡，便下楼吃早餐。战岳已经来了，还没有正式确定恋爱关系时，战岳都经常来送曾小雅上班。现在确定了恋爱关系，战岳更加的殷勤。战岳不仅来了，还带了几个保温饭盒来，里面装着他给曾小雅做的爱心早餐。装了满满几个保温饭盒，曾小雅下到2楼时，二叔二婶就连做饭的保姆阿姨都在尝试战岳带来的早餐。
战月本来就预备了二叔和二婶的那一份，曾小雅最喜欢的那几样，他就没有给二叔二婶他们品尝，要等曾小雅下楼了再说。看到曾小雅下楼了，战月笑着：小雅，我给你送了早餐过来，还热着的，快来吃。二叔他们都说好吃。二叔二婶平时就听曾小雅说过，战家的少爷都会做饭，而且厨艺很好，今天一尝还真不错。就连给曾家做饭的保姆阿姨都连连夸赞战月的厨艺。保姆阿姨觉得小曾医生与战先生真的般配，有战先生照顾小曾医生，也不用担心小曾医生因为工作原因吃不好饭。这个男人照顾小曾医生的无微不至，就是保姆阿姨都看在眼里。曾小雅走过来，在餐桌前坐下，战月帮她拉开的椅子。她说道：阿姨都做好了早餐。二叔夫妻俩都说道：没事，我们先吃战月送来的阿姨做的早餐。我和你二婶忙到10点就饿的了，刚好可以吃了。忙的时候饿的也快10点吃点东西，也不会影响中午的胃口。保姆阿姨也说道：小曾医生不会浪费的，放心吧，我和曾医生他们能吃完，你快吃。战先生特意早起为你准备的爱心早餐。平时听你说战先生的厨艺很不错，我想着豪门少爷的厨艺能好到哪里去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惯了的，今天一尝战先生的厨艺，我确实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战先生了。战月将留给曾小雅的早餐一一摆到他面前，他自己也没有吃，就是想和曾小雅一起吃早餐。我从不说谎话的。战月被大家夸赞，曾小雅笑容甜得很。与有容焉吗？这是她未来的丈夫，她后半生的伴侣，夸她也等于夸她了，因为她运气好，遇到了战月，还得到了战月的真心相待。众人都笑，不过曾小雅还是说：战月，你平时那么忙，很晚才休息，早上不要那么早起，周末休息的话，给我送上几次就可以了。今天就是周日，你要上班，我不用。战月说道。大家用过早餐后，战月便送曾小雅上班去，之后他才回到自己的公司。走出电梯，秘书就对他说：战总，九少来了。知道了。对于弟弟经常来他这里，战月早习以为常。兄弟9个，就他和老九的年龄距离小一点，况且他们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，老九跟他这个亲哥哥亲近，再正常不过了。战月推开办公室的门，进去就看到老九坐在沙发上嗑瓜子，还泡了一壶茶。看到他进来，老九也没有起来，只是笑着叫了一声八哥，叫我三哥吧。亲兄弟当中他是排第3的。战月走过来，每次你叫我八哥，我总觉得你把我当成了一只鸟。战燕笑道：我就喜欢叫八哥，你本来就是我八哥，叫三哥。战月坐下，好笑地戳一下弟弟的额头。我看你每天都很闲呀，还泡了一壶茶，哪里找出来的瓜子？我不记得我这里有瓜子。战燕抓了一把瓜子给哥哥，答道：我买来的，想吃瓜。我怎么觉得你话里有话？那么闲的话，我给你安排一点活。别，我不闲，我一点都不闲。老九赶紧拒绝，可不想帮哥哥干活，还说不闲，上班时间你不上班去，跑来我这里喝茶嗑瓜子呢。等会儿我跟大哥说一声，让他给你多安排一点工作。现在我们这些当哥哥的年纪越来越大，精力也不如前，该你们这些年轻的顶上了。战燕吐出了瓜子壳，说道：八哥正当年轻呢，哪里老了？我看我未来的八嫂就很年轻，你和我八嫂差不多的年纪，你说老了，就等于说我八嫂也老了。下次看到我八嫂，我告诉她，你说她老了。音落就被哥哥轻捶了一下。你敢去你八嫂面前胡说八道，我饶不了你。战月笑骂着弟弟，知道拿你八嫂来压我了。八哥，你和我八嫂进展的真顺利。
战燕喝了一口茶，给哥哥也倒了一杯茶。不过你们的爱情都很顺利，怎么不见你们来一场虐恋呢？臭小子，你很希望哥哥们虐恋吗？你那么喜欢虐恋，你自己去虐恋吧。战月说道，我就喜欢甜甜蜜蜜的。我自己的话，我也喜欢甜甜蜜蜜。别人虐恋可以，我不能虐恋。自私，人都是自私的。战月又戳一下他的额头，说吧，来我这里做什么？哥，你是我的亲哥呢，我来看你不行吗？你要赶我走吗？老九一把搂抱住八哥的手臂，故作亲热地道，哥，你是我的亲哥哥，滚开！战月受不了他的撒娇，搬开他的手，我的鸡皮疙瘩都爬满了手臂。你以为你还是小孩子呀？都20好几的人了，还撒娇？小时候撒娇是可爱，现在撒娇就是造作，恶心了。老九嘿嘿的笑，难道你不是我亲哥哥吗？我无聊就来你这里喝喝茶，嗑嗑瓜子，陪陪我亲爱的哥哥。正经点儿，20好几的大人了，还像个孩子似的。你读书时还稳重点，看看你现在越活越回头了。战月说着指责弟弟的话，表情却是宠溺的。他就这么一个弟弟，比谁都疼这个弟弟。上面那些哥哥虽然也疼老九，但陪伴老九最多的还是他。小时候父母要忙生意上的事，哥哥们比他们大很多，已经上学，爷爷奶奶带着他这2个老小，他就和弟弟一起玩，带着弟弟到处跑。兄弟俩的感情极深，在哥哥面前我永远是个弟弟。八哥，你和我八嫂什么时候结婚？老九关心地问。7哥度蜜月还没有回来呢。他们度蜜月不是出去玩1个月，有时候会是几个月，简直就是神仙日子，着实让人羡慕。你羡慕，你可以结婚呀，然后你也去度蜜月，你去半年都可以，有哥哥们帮你看着公司，天塌不下来。你想度多长时间的蜜月都可以。我和你八嫂应该要明年才会结婚吧？我很享受现在这样的甜蜜恋爱的滋味。老九看着哥哥迷醉的表情，笑道，恋爱不就那样，有什么好迷醉的？跟单身狗说不清。好一会儿，老九小心翼翼地问，八哥，你能借我点钱吗？借钱？你没钱了吗？还是你名下的那家公司出现了经济危机？老九去年自己创建了一间完全属于他的公司，经营成什么样子，哥哥们并不过问，只要弟弟不来求助，他们就当弟弟是创业成功的。老九的脸红了红，小声说道，货款还没有收回来，我公司的账户很紧张了，这个月的工资还没有发，供应商也在催结算，我平时攒的零花钱全都砸进去了，现在实在掏不出那么多钱，我不敢让大哥他们知道，怕他们骂我。哥哥们说过他还年轻，没有多少经验，叫他先在自家公司里好好学习，积累经验，再慢慢创建自己的公司。他认为自己可以了，去年就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公司。他想他也是战家的儿郎，他们战家的孩子都是很优秀的，哥哥们都能成功，他没理由不行。去年到今年上半年，他的公司还是不错的，下半年就不行了，因为公司去年发展的不错，他野心大了，盲目扩展，投资失败了几次，亏了不少的钱，加上货款回收慢，导致他一时间资金短缺，其他钱可以拖一拖，工人的工资可不能拖。想来想去，他还是向哥哥开口了，跟最亲近的哥哥开口，就算被骂也骂得轻一点。其实那些哥哥未必会骂他，但他就是怕其他哥哥他们鸡微甚久，瞪他2眼他都能缩一缩，特别是大哥，要不是抱住了嫂嫂们的粗大腿，他看到那些哥哥是如同老鼠见了猫，能躲就躲的。战燕承认哥哥们都很爱他，但对他管得也严，所以他对哥哥们是又敬又怕。还好哥哥们结婚后，嫂嫂们对他这个最小的小叔子都是极好的，如同亲姐姐一般疼爱着他。
护着他，他才没那么怕哥哥们。哎，外人总以为他占9少最好命，没有人知道他压力山大。